今天7月7号适逢这个7.7事变89周年啊，我们来看到央视呢也选择在这个时候呢公布了战略导弹升空的画面。好，这个是6日公布的。大陆海军潜射战略飞弹升空的画面，而且它命中了太平洋的公海目标这个军事上呢，战略核潜舰因为具水下隐蔽巡航能力，搭配潜射洲际弹道飞弹，就被视为是核武2次打击能力的一个重要一环。好的，耐人寻味的是什么呢？说媒体就曝光了，其实中方有提供4个坐标位置包括了什么？菲律宾外海1处，还有所罗门群岛附近2处，以及和歌山县最南端外海370公里处。好，其中一块呢区域是涵盖了日本的专属经济海域。那日本方面就推测啦，说中方原本可能准备了2套的飞行方案，甚至是2枚飞弹。原本1枚可能就是要飞越日本附近。好，那日本政府表示了说。政府人士表示说，实际落点位于远离日本的太平洋因此认为原本较接近日本的飞行方案最终是没有实施的。不过对此呢，中国大陆的外交部说我们没有针对任何的特定国家和目标啦，说这是中方年度的军事演训例行性的安排，都符合国际法还有国际惯例，没有在针对任何目标但是呢，学者不这么看待的我们来看学者怎么说呢？说中国去试射这个潜射洲际飞弹呢，就是要显示他们有打击美国本土的能力。好，显示了中国海军有能力自接近中国沿海的堡垒海域来去威胁美国本土。甚至呢，解放军它虽然是有发布演习通报的，但是呢，刻意未先知会华府。那对此呢，美国的国务院也回应了，他说我们全程监看着中国的测试过程，也呼吁北京要展开有意义的武器管控讨论。好，这除了这件事情之外呢，7.7事变这个89周年，结果日本呢，竟然是在这个时候渔船闯到了钓鱼岛的赤尾峡的海域，赤尾屿的海域。那么中国海警局呢就出来这个严正的驱离，说呢，日本的瑞宝丸号渔船非法进入了这个赤尾屿的领海中国海警舰艇呢也是依法来对其采取必要的管制措施，驱离警告，强调钓鱼台还有其附近的岛屿呢都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好，现在环时也说啦，说这个现在的大陆海警船是全天候的都在巡航，应对日渐的尾随干扰。好，说呢，现在这个陆的海警船厦门舰编队执行钓鱼台以及其附属岛屿常态化巡航执法任务，也指控日方呢长时间的尾随、加速逼近、循环喊话等方式去干扰中方执法，还宣称陆海警2025年在钓鱼台海域巡航达到了357天，已经接近了全时覆盖如今海警已经建立了海空立体的巡航格局了。好，所以现在日本跟中方呢，看来是硬对硬碰上了。而我们来看到菲律宾呢，菲律宾不是也是要一起跟着美国来抗日吗？好像不是这样因为我们来看到了7月4号呢，明明就是非美友谊日，结果在马尼拉的街头竟然是爆发了示威，他们在抗议什么？抗议美军扩大在菲律宾的军事部署菲律宾议员甚至说我们确实跟中国是有海洋争议的啦，但这就代表说我们要跟中国开战吗？我们又怎么能够容许自己的国土沦为美国发动战争的基地呢？这也是说的非常的实际啦另外呢，韩国也对美国很有意见。我们来看到了驻韩美军司令他多次表示认为美日韩应该联合起来去遏制中国将韩国的定位为美国遏制中国战略中的一个军事基地。但是美方的这样的想法南韩是不领情的。李在明呢，在对中国还有朝鲜态度呢，是相较于前任的尹锡悦温和许多与川普政府强烈防范中国的立场也有明显的落差。好，这也是与驻韩司令还有首尔当局摩擦的一个关键背景。所以这样看起来在利益面前，根本就没有人想要站在第一线去当你美国的炮灰嘛。我们来请教雷声峰委员。因为最现实的问题是中国大陆的实力跟精力。今天中国大陆的实力跟精力，假如连美国都要慢慢的撤退了，那你怎么去鼓励韩国去站第一线呢？
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嘛。何况韩国美军进驻在韩国最重要的任务不是防治中共啊，是在防治北韩呐。所以这个时候，作为一个驻韩的司令讲这些话是失格的，讲这些话是逾越了他的角色的啊。那当然韩国是不卖账，除了尹锡悦以外，我看大概历届的韩国总统大概没有人会卖这个账的这韩国也是想尽办法处心积虑的避免自己卷入到跟中国对抗的行列中。现在整个亚洲不是只剩下日本，是只剩下高市早苗。我相信换了其他的日本的政治家，他会不会这样做呢？我都挂满了问号啊。菲律宾的讲话是很明白的，我们不愿意当中美冲突的时候，菲律宾变成了焦土。其实这只是菲律宾的讲法吗？应该是全世界共同的看法。尤其在中东战争之后啊，这些网友们充分的感受得到啊，我花了这么多钱，搞了这么多的美式的武器，然后呢，我被打了，打了之后，你去跟伊朗谈判协议的时候，那我们是没有参与的。那个看在全世界的眼中，还有看在美国在北约在撤退的这一种态度上，大家有什么样的感觉？我还是站在台湾的土地上，我常常讲说自己要想一想。至于中国大陆放射的这个洲际飞弹，不管是陆基发射的，不管是潜艇发射的，这都是一种战略性的武器。这种战略性武器就是告诉大家说，告诉全世界说，我这一个国家已经有足够的实力，可以来保卫我自己。我跟你一样，都处在共同有相互威胁的情况下，我们大家保持和平，对你、对我、对世界都是有利的。我想在这个的时候，也不需要用过度的解读，尤其日本呢，好像把这一次的发射是针对他，不用啦，因为呢，跟日本的冲突不需要用洲际飞弹啦，太贵了啦，不需要啦，那个很近，有没有啊？所以日本安心啊，只要你不导弹，不会有事。也从此要记住，已经不是1895年，也不是呢1937年了，也更不是1931年的中国了啊！这日本这一点不要忘记，只要不忘记这一点，就不会有出差错。所以对于这个洲际飞弹的发射，美国就用比较轻描淡写的态度，因为它也是常常试射的国家之一，是吧？俄罗斯都是过去都是，所以不需要太紧张的角度来看它。只不过中国大陆把原来已经存在的告诉你，就是这个样子。导致特别要注意的是钓鱼台的问题。过去我们看到的画面是台湾的渔船到钓鱼台被日本追着赶，然后被日本压着回日本。现在呢是日本的渔船到钓鱼台，然后被中国的海警船逼着走。那好久我们都没有听过我们的渔船在钓鱼台被起地了。为什么？因为安全。因为中国的海警船不会驱离台湾的渔船的。你不信，你去南华问问看。然后现在你有没有听过台湾的渔船在钓鱼台的海域又遭到怎么样呢？没有，因为365天里面，中国大陆的巡航是357天。也就是说警备巡航已经是常态化了。这个呢就是告诉日本、告诉周围的一件事：当中日建交的时候啊，有关钓鱼台的问题，这一个邓小平的一句话说暂缓着。为什么？因为我相信下一代的人有智慧会处理。结果日本人没智慧，把它搞成了国有化。那搞成国有化的结果，台湾又放弃这一万的一个菜，所以海警船就进来了。我让台湾，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在两岸同时一个中国，各自拥有治权的情况下，只要台湾愿意发挥我们治权的公权力的范围，中国大陆是不会介入的。但是只要台湾放弃了，中国大陆就会进来了。就如同这一次的日菲谈判一样，过去的钓鱼台国有化，我们不理的结果，它就会进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切记。没错，一定要非常的谨慎。好，我们来请教松田议员。我觉得这个时间点出现这个洲际弹道飞弹，这个会让大家觉得蛮匪夷所思啊。就是说，
中国大陆在过去2024年的时候有发射一次，那是陆基型的。那这一次是潜舰发射，潜舰通常我们在讲潜舰发射的这个战略弹道导弹，它是一个第2级的能力。第2级的意思就是说，当我陆上被攻击之后，我还是能拥有，因为潜舰有它的匿踪能力是比较强的，我还是有一个2次核打击的能力。通常证明2次核打击的能力是在证明一件事情是什么？我有一个战略吓阻，我呼吁大家不要攻击我。所以就告诉你，就是说，你就算打我，我还是有一个跟你相互保证毁灭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能力。那中国大陆在秀这个能力的过程之中，这一次来做这样的部分，我个人是打个问号，就是说，难道你看到什么你有可能被攻击的部分吗？所以你要去建立起这样的一个战略吓阻，或是你把2次核打击的能力建立成为变成这个第1级的一个战略吓阻的警告，也就是过去我们在讲。在第1岛链的时候，中国大陆跟美国其实都在建立一个叫做反介入跟区域拒止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那这个能力进一步进来到现在，因为太多的灰色地带冲突了，那反介入跟区域拒止到最后回归还是要回到相互保证毁灭这样的一个模式的时候，其实你看它这次的射程，从它发射的点到这个诺鲁跟土瓦鲁的这个海域，你把它画一条线。他现在摆明的看是，这是在澳洲的这个东北方，可是这条线如果你往北极上面去画，它其实也打得到美国。你往太平洋这边画，它也打得到这个美国的这个西岸，所以它也有一种战略吓阻的告诉你，就是说，如果我现在要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执法的行动，或者是甚至就像我们讲的，就是说大家最担心的一件事情，那。你美国最后我要遏止你美国介入的部分，就是我不排除要发动核武器。这件事情其实谁也试过，普丁也做过。普丁其实把核子弹头移到白俄罗斯，其实某种程度就是告诉北约不要介入，不要介入。所以这是一个双方正在测试的过程。只是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会做这件事情，我其实个人是打一个问号。我只能讲，就是说比较有可能，就如果他一方面对外他要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吓阻，跟有可能告诉你说我的技术、我的战略能力到这个程度了。另外一方面，可能在内部也有它的一个意义在，就第一就是我可能过去释放出很多跟国际结盟、跟美国的这样的一个部分。那对习近平来讲，我现在发射这个部分有对内鹰派鹰派这个表态的这样的一个部分。再来就是面对我可能即将要举行的这个川习会2次会去美国这件事情，我也告诉你，就是说我也多了一个谈判的筹码，告诉你说我有这样的一个能力，你美国在见我的时候，你可能要拿出更高的标准跟更高的这个筹码出来，那我们来做。然后再来就是针对自己内部的解释，就是大家都知道解放军清洗的非常严重，这一次做这样的一个发射，或许也告诉大家，就是说我对军队的持存能力，跟我对军队的技术能力，跟大家过去不是对火箭军都打问号的这样的一个能力，他做一次战略上的证明。所以现在中国去发射这个洲际飞弹，它背后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而且它还没有知会美国，它到底要传递什么信号？请教文琦哥。有没有知会美国？其实坦白讲，在背景信息版答案就已经公布了嘛，因为美国全程监看嘛，所以有没有通知你？坦白讲，美国的卫星，所以这都是做一个外交动作给大家看。回过头来，你看到毛宁的说法，坦白讲，不就是每个国家的外交的遣词用字吗？非常的正常啊。对比于之前贝尔格勒，美国说是误炸，所以今天。我觉得中国大陆只在秀它合理的一个所谓的肌肉的展示。回过头来，我觉得日本不用想太多啦，确实不是针对你啦。我还是要讲，我又引用一下日本防卫省刚刚我提到的真田广之，请容许我把他的话讲完，你们就知道。他讲完答案就出来，他说。针对这个所谓的巨浪2型或3型的发射，12000公里，中国只是按部就班的推进既定计划。去年阅兵首次完整展示陆海空3位一体的核打击能力，已清楚表明希望建立足以挑战美国的核力量。2024年恢复相隔44年的洲际弹道公开试射，如今终于展示潜射飞弹能力。换言之，它的目的只有一个。来，真田广之讲得非常的好，他说。这并不是要证明超越美国，而是要展现美国不再具有绝对优势。连日本人的防卫智库都已经讲得这么清楚，小日本你不用想太多啦，打你焉用牛刀？虽然你的军力确实还是世界上排名前面的，但是我觉得相较而言，
我觉得中国大陆的大国棋局不是日本现在能够应付得了。回过头来，我们看到所谓的这个什么瑞宝丸号啦，这个钓鱼台的争议，我只请教一件事情，运成，你有没有觉得好悲哀？那中华民国或中华民国台湾或台湾共和国的赖清德，你到底在哪里？现在才刚刚好南海准则10周年，你有看到赖清德有任何讲话吗？就是因为你的不作为或没有讲话，包含之前我们提到的日菲的经济海域，所以老共觉得他可以啊，你不管我来管啊，是谁开门把他弄进来的？所以当我看到现在日本很多的动作，包含高市现在跑到印度跟我们的莫迪说啊，较早黑安倍是讲咱是兄弟啊，今晚咱两个是这个所谓的这个什么兄妹关系，你认为有用吗？所以我觉得最聪明的还是马尼拉那个参议员讲的，我觉得他的头脑清楚。他说：“我干嘛跟你争？虽然我跟你有一点冲突，但是我其实没有要跟你这个所谓真正发动基地。”最后一个我要讲，当我看到了驻韩美军讲这件事情，我还是要呼吁。其实套句驻韩美军的说法，你就是咱台湾话讲的，你摕家己别人的手去弄酒塞。如果我再讲更粗鲁一点，许登公前立委。前个摕什么物件去动抓康，各位懂我的意思吗？今天韩国人也不是笨蛋，李在明为什么学习类似不管是印度或是这个越南的竹子外交，人家的国家领导人全部都在用头脑，我没有想到只有我们的赖清德只有一项几笔这个所谓的抗中保台，可是结果是让我们看到什么？台湾的国际地位或越来越走不出去，这就是赖清德政府真正害台湾的真正厉害的地方。好，而且自己川普都已经跟中国关系好像已经缓解了。我们来看到呢，不仅是7.7事变89周年呢，也是美国独立周年250周年。哎，中国大陆的外交部竟然是打破了外交惯例，公开了习近平贺电川普的这个贺词哈。以往呢都是只派个外交官去国庆酒会啦，现在呢发出了贺电，而且还公开表示说，哎，我们已经发出了贺电。好，那除了发贺电之外呢，还有习近平要访美的这件事情哦。川普呢说，他认为习主席将在9月24号前后来这里，大概就是那个时间。好，那这个时间呢，正好啊接近了联合国大会在纽约举行的期间。好，所以为了要迎接习近平，川普现在狠砸了2800万要来干什么呢？要来建白宫的新停机坪吗？好，美媒报道啊说，川普5月访中期间就邀请习近平访美，那之后呢，白宫的工程承包商呢就被要求要加快完成停机坪建设，因为有国事访问。但是赶工啊，也导致工程的成本额外增加了87万5千美元。这一加就是台币2800万元。好，为什么要给习近平新的跑道、新的机坪？因为啊，当然是中国是美国的一大贵宾啊，因为中国要来买至少什么30万吨的美国大豆了吗？这个是路透引援美方交易商透露的，说中国国有贸易商中粮集团6日采购了至少5船，总计至少有30万吨的美国大豆，交货期呢就是9到11月。甚至现在北京的经贸代表团呢也去出访美国纽约市啊，还有华盛顿特区要助力经济出海。这个财联社的报道说呢，北京市的贸促会组织经贸代表团赴纽约市、华盛顿特区来展开经贸交流接洽当地政府还有商协组织来举办经贸洽谈会。那要推荐北京营商环境，也助力北京企业出海和海外业务拓展。好，所以看到啊，这个川普呢是非常跟中国和颜悦色的，反倒呢是对自己的盟友呢一一的闹翻了。来看到他最近怎么又突然间盯上了梅洛尼呀？突然间发出了一张合成照，暗讽说这个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宛如跟踪狂一般，对他很着迷，还扬言说，我要申请保护令。这两国元首之间的紧张关系就又持续的升温了，是怎么样？是看梅洛尼好欺负吗？莫名其妙就要点名他。好，另外德国也是非常的不满意美国怎么说呢？就是因为之前川普称啊，这个北约成员国的国防预算很荒谬啊，还特别点名德国。
之后呢，就跟德国总理通话。那梅茨也告诉川普说啊，他近来用来批评德国国防开支的数据是过时的哦，就拿出来啦，说呢，预计2030年我们国防部的预算呢，比2026年翻倍以上啊，达到了新台币6.75兆元，而且联邦预算中有1/3都是用在国防，2029年国防开支已经高到了 GDP 的3.5%了，所以什么叫做预算？国防预算太少了呢？好，那另外呢，川普还最近打电话给 FIFA 这件事情也是引发了轩然大波。那我们来听一下他自己个人的说法。I understand sports really well. And that wasn't a foul. That wasn't even an infraction. That was two guys running full speed that happened to crash into each other. You can't take your foot and properly place it on somebody else's foot. He didn't do anything wrong, and he's our best player or one of our best players, a very vital player. And he gave him a red card. I didn't know what that meant. I didn't think it meant much. Then I started hearing that means he can't play in the next game, at least in the next game. I said, boy, that's a big... 好，所以川普说自己是体育专家啦，所以他打电话都是那个有理有据的哈。不过呢，比利时的门将就说毫不客气的开枪了，说什么？说我们直接用赢球来还击他们的不尊重吧。果然比利时真的就4-1赢了美国哦。那不知道川普接下来还会打电话吗？哦，就有网友就说了，可能会宣布比利时关税加400%，哦，甚至取消比利时签证，可能会批评说比利时偷了我们美国的足球吧，哈，这些话听起来真的是很像开玩笑啦。但我个人觉得川普没有极限，这很有可能会发生哦。我来请教李胜峰委员啊，我听了这一段以上这些话，只有一个结论说，川普，我服了你，伟大的川建国先生，我都没办法评，因为好像没有看到一个世界大国的领袖如此的率性而为啊，我们就不评了。倒是有几个事，可以好好谈一谈。第一个，中国大陆会打破惯例，发表这个贺电，基本上在营造一个气氛。现在中国大陆大概2条路在走，就是把中美两国元首所共同达成的一些协定要一方面呢要警告性的说大家不要走歪，一方面呢创造一些有利的条件。王毅打电话给这个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他就是一个，就是说我们大家谈好的事不要走歪了。显然，美国回去以后开始有些走歪了啊。再后呢，又是你的这个国庆到了我给你祝贺，为什么？因为都要共同为9月份的见面来营造气氛。更重要的11月份 APEC 还有一个2个人见面的机会。所以在这样一连串会见面到的机会里面，双方朋友谈成的东西要去巩固好。所以2手策略，一方面不断的告诉你不能走歪了。屁股不要坐歪，那一方面也不断的营造双方是和善的气氛，所以一边在修这个直升机停机坪，一边呢在发贺电，一边呢又打电话，老兄注意这些问题 ，OK， 这个大概是现在中美共同的一个情况，竞争有度那么分歧可控这应该就可以了解了。那么紧接着呢，比较重要的是这一个欧洲的这个部分其实欧洲的这个部分，德国的经费增加是确定性的。从此以后呢，德国会从一个以经贸指导的和平主义的福利国家，会变成一个高级在重武装地缘防卫的堡垒，会是欧洲最大的军事力量的国家。而且过去这些东欧，刚刚我讲的这个像立陶宛，曾经被德国侵略过的国家里，仍然愿意接受德国的军力来做一个保护，所以德国的军力扩张会比日本强很多。日本是被绑住的，德国是被期待的。亚洲的国家不希望日本，日本也没有能力。所以在这个情境里，现在整个的欧洲里面，对于这个关系，他们有4种讲法，就是这4个可能都是欧洲处在很危急的范围内。第一个可能就是当欧洲跟俄罗斯发生冲突的时候，美国的态度是你们增强的战斗力来迎接我，到时候1北约的时间我会介入，这是第一个。所以我增加了，我们大家一起有力量。第二个呢，你打了，那我呢就会像支援乌克兰一样，该有的资源我都给你，但我的兵不会介入。第三个呢，是你打了，那我呢不会介入，
可是我也不离开北约，因为我要在北约里面发挥影响力。第4个，现在是欧洲最可怕，就是利用俄欧的冲突里，那么美国跟俄罗斯的谈判做什么事，牺牲欧洲的利益来赢得的美俄的合作。现在呢，在整个的欧洲里面，这4种讲法，他们一直在关注到底会怎么样的发展。我还是拉回来一句话，当欧洲都这样在思考了，台湾该怎么办？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现在是中美关系史上最好吗？请教熊廷议员。如果按照川普所讲的，就是习近平会在9月24号去访问的话，那我觉得其实刚刚的这弹道飞弹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其实蛮符合现在中美双方，因为他们互信基础其实不强，但是现在开始在做一件事，就是外交上软，军事上硬。那这个也就是过去大家所讲的这个小两岸大两岸、小两岸都是这个硬的更硬，软的更软。那川普如果愿意让习近平在9月24号去，而习近平也愿意在9月24号去的话，大家不要忘记一件事，美国的期中选举在11月3号，11月3号还是2号？对，差不多就在这个时间点。那其实非常非常近。那习近平一定要带很多礼物过去，这对川普的选举才有利嘛。对。那川普也一定要某种程度的让习近平带很多礼物，跟对相对的有一些动作。那才有办法去塑造出他在其中选举里面有优势，因为你可以看到，川普目前面临到的最大的问题是，欧洲的盟友不理他。欧洲的盟友因为川普现在所以讲了，你们过去所享有的这些我帮你做的这个免费的国防，我现在全部都要撤，包括他在德国，他要撤他的军事基地，意大利某种程度也要削减一点。那刚才李胜峰老师有讲，在立陶宛基本上是被美国已经准备撤出立陶宛这部分，而德国要去补这个空缺，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德国未来在北约的这个军事防卫里面很重要。所以德国、荷兰、法国这几个国家都一直在讲说，北约的军事能力要由我们，接下来要由我们来做支撑。那川普做这样的事情，其实让这些欧洲的盟友非常不满，就是我们不是你们过去不是讲民主价值链吗？我们不是共同有共同价值观的这些盟友，那为什么你现在要跟我又要我出钱，又要我去打仗？而且基本上现在俄乌有一大部分乌克兰的防务其实是整个欧洲在支撑，那欧洲也在恢复它的这个军事制造能力。所以从这几个部分来看，欧洲在我的选举里面不太可能有帮助。伊朗看起来目前暂时解决不了。那整个所有overall 看起来，全世界现在唯一能让我在其中选举有点帮助的什么，就是如果中国大陆能够宣布它有个友善的采购能力，然后让我各州特别是关键的几个选区有帮助的时候，那这个可能对川普来讲是一个翻盘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这也是我们应该要小心的。就如果川普急于在这个战场上赢，那是不是有在其他地方他会做出一些相对应的妥协？那这个就是我们要担心的部分。没错，川普是非常的现实的。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川普跟欧洲已经闹翻了吗？请教文琦哥。我不晓得这个德国的梅尔兹有没有就是比照一下我们赖清德大哥哥小弟弟啦，因为你看到梅尔兹觉得说，哎，你怎么川普可以拿过时的资料？哎，当川普说我们是晶片小偷讲了不止100遍的之后，就德尔兹都没看到赖清德人家这么温文儒雅嘛，所以我奉劝一下德尔兹，也许要跟赖清德稍微学习一下。回过头来，我们来看一下说，哎，中国大陆这次打破好像外交惯例，我必须讲，对于中国大陆在研究川普哲学，就整个运作的人，你看到，因为他觉得川普是一个非典型的政治人物，所以我认为中国大陆因时因地质疑的这种状况下，人家学习的速度很快，所以他用非典型，用了一个创意的手法。欢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黄运成。首先来为您介绍来宾，第一位是我们的前立委李胜峰，运成好，大家好，以及台北市议员熊廷，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时事评论员胡文琦。运成好，大家好。
好，来看到啊，昨天呢，石柏民夫竟然是遇袭了。那这件事情啊，民进党是高度的关注。那么我们来解析一下这件事情是怎么样发生的经过哦。石柏民夫他昨天呢，在台中市参加活动结束之后呢，就遭到了一名33岁的中国籍廖姓男子尾随，那他被对方挥拳导致见血。警方呢侦办之后啊，也在台中机场将嫌犯给逮捕到案了。好，那石柏民夫呢，他自己也去分析啊，认为这整件事情是有计划性的。他说嫌犯呢是等了很长的时间，然后非常从容的换衣服逃跑，绝对不是突然起意的犯罪。他的目的就是要让台湾人不敢讲话。好，即便石柏民夫他是受害者，但是也是要当起这个分析员呐，好好的分析一下整件事情的这个他认为的背后理由。好，那这件事情呢，虽然暴力是绝对不对的，但是好像也让民进党抓到了把柄，一直不断的去说这个就是中共的阴谋。好，我们来看到警政署马上出来说什么？说啊要查在地协力者，说后续呢要调查犯案动机啊、犯案经过，以及是否是境外势力操控或者是其他组织性的犯罪。也呼吁民众啊不要受到了境外敌对势力指使、利诱或者是胁迫协助去从事监控啊、搜集资料啊、传递讯息、危害个人社会安全的行为。好，但是警政署中央说了，说要查在地协力者，结果地方是怎么样回的？地方台中市的第6分局就说了，说初步排除掉了有本土协作的部分那相关的案情还有待进一步厘清。这难道不是地方打脸中央吗？好，但是呢，绿营还是一样继续扩大战场。我们来看到林楚英啊，他就说了，说这个是中共已经欺负台湾到家门口了文攻武吓在轮番上演你这个蓝白怎么可以装死当成没看见呢？外面有共机骚扰，里面有第5纵队暴力现行，中共的威胁已经逼近到了每个台湾人身上了，还说你不敢谴责，就是站在霸凌台湾的帮凶。那另外国安局也示警啦，说什么？说这就是这个中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一上路之后的第一个案例啦那国安局长蔡明彦就说啦，说中国全面性、系统性的对外国旅客或境内人士进行必要监控提醒国人，如果你去中国的话，一定要注意人身安全，所以要保护台湾。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要提防中国。好，那美国保不保台湾呢？帮不帮助台湾呢？我们来看最近这个美国的民主党籍的参议员达克沃斯，他7月6号的时候率团访台，他也重申说美国对台湾安全的长期承诺直言访台呢就是要向中国传达不会让他们欺凌世界其他地方的讯息。但是他话锋一转也说啦，说台湾很担心川普在140亿美元军售案方面是摇摆不定的。那他坦白说，愿意让中国在是否推进这项军售案上拥有某种发言权是非常麻烦的事情。你都知道这是一件麻烦的事情，你怎么不回国去跟川普总统说服一下，帮台湾说说话呢？好，另外来看到呢，也是一样不断的在灌迷汤的，还有这个葛莱仪他也说就吓阻中国不能只有靠军事台湾有民主韧性这堪称是典范军事都已经对准我们台湾了，你还在讲民主，那是不是你吃到了太多赖清德总统的口水呢？而且现实是什么呢？现实是美国的智库说如果这个台海开战的话在华府的战略模糊政策呢，是很容易让盟友产生误判，说华府在亚太地区的盟友当中，可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承诺要加入美国，避免成为亚太地区最强大国家中国的永久敌人。好，那自己美国方面呢，也是因为他缺乏了盟友的支持，还有他自己财政恶化之下，一旦与中国因为台海冲突开战，恐怕会陷入难以收场的毁灭性升级螺旋，最后呢，后果是远比美伊战争更为惨烈的。好，所以美国智库都讲得这么难听了，这么真实了，我们的赖总统有听进去吗？好像还是在继续做梦吗？有梦最美吗？因为他说要把台湾
打造成什么亚洲的纳斯达克转化为科技筹资中心，真的是非常的有信心啊。好，但是呢，网友就直接打脸他了，说，你想要打造纳斯达克，结果你连台积电都要被挖去美国了，没有台积电你能够打造吗？也有人说钱都是你在拿，差都是你在放，做都是民间在做。还说什么纳斯达克啊，你不要成为亚洲的莫桑比克就好了哈。说到纳斯达克，我们的赖总统这样子有在实际的吗？他对实际的操作似乎还是抗中哦。我们来请教李胜峰委员。这样子啊，来看看几件事啊。其中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美国的参议员呢，达克沃斯来台湾访问的这一件事啊，又在台湾呢来声援台湾。刚才主持人问得好，真的问得好，那就是你为什么不去跟川普游说？你来台湾喊话干什么？是川普决定的，不是我们，我们也很希望啊，对啊，对吧？那我们今天来看看，最近呢，在立陶宛呢发生了一件事，值得全台湾讨论，但是很少人看到，这是在《经济学人》里面所提到的，这德国的军队正式的在立陶宛进行了武装演习。那么各位晓得，在2次大战的时候，德国的军队是打进立陶宛的，这个诺尼乔之役的电影我都还看过啊。那现在呢，他把当时来侵略的德国的军队引了进来，为什么？因为美国要撤退了，他防范俄国必须怎么办？就必须把德国给引介进来。那么我们来看看欧洲、北约、美国，这是什么样的关系？美国都已经从欧洲逐步要来撤退的时候啊，撤退到立陶宛需要引进当年入侵他的国家进来保护他。你可以想到美国的撤退对立陶宛的压力有多大，对东欧的国家，对波罗的海的国家的压力有多大。那我们想想，称台湾的金的分量，在美国的心中，你觉得你可以跟欧洲比吗？所以这位议员不必来这里说什么，请他好好去跟川普讲，重视台湾，这个才是重点嘛。你来台湾卖是吗？要卖农产品，或是要卖无人机的零组件，要不要拆穿一下？是的，他是很挺台，但是别忘了，所有挺台的都是有代价的。第二个也说的没错，我今天问你，在整个的亚洲，除了高市早苗之外，有哪一个国家愿意去跟美国结盟来跟中国对着干？你一定会提菲律宾，但菲律宾已经开始转弯了。那你看呢？在整个的亚洲，有哪一个国家愿意去跟美国结盟，来跟中国对干？跟当年铁幕时所谓的铁幕时代里面呢，从呢这中美共同防御条约，或者什么韩国的安保条约，跟美日的安保条约，跟东南亚公约等等，写成了一条防共的防线呢？你觉得这个故事还会存在吗？都不存在了。那台湾想一想，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选边，才是一个真正确的道理？第三段呢，我很想这个纳斯达克啊，哇，台湾要成为纳斯达克，那我们的台积电正在被搬走啊，整个的 AI 的产业链正在被搬走。当然，那我不知道这种评论，我只想到了几个字啊，给各位打游思一下。而且我常常骂说你放狗屁，那就是一个人啊讲的话不像人话，我们叫放狗屁。第二个呢，叫狗放屁，为什么呢？因为那一只狗啊，就是偶尔呢是狗，但是偶尔会放个屁。那有天那你是放屁狗，那完了，这一只狗除了会放屁啊，什么事都不会做。我想用这3段话来衡量，我没有说谁是什么，是什么？想想，今天台湾是搞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心，这等叫洪庭是专家了。我想他评起来一定比我更精彩了。我只是觉得好奇怪而已了，觉得这实在是很了不起。那最后呢，这个来提到呢，这个什么民族统一，这个促进民族统一进步促进法。今天呢，民进党好像又要开始卖这个的芒果干了。不过我也很抱歉，全台湾知道这个法的内容的有多少？大概就接受民进党在吹牛啊。这个法我简单的这样讲，是中国大陆促进民族团结、民族统一的阳谋，没有错啊。你知道中国大陆有多少个民族吗？
你们以为不要只有台湾呢？这个台湾跟大陆要有统一的问题，其他的民族统一的促进是他要的，所以这是阳谋，他明白的告诉你，我就是这样做，所以你不要在我的境内来从事这种分裂的活动。你也在境外搞的话，那你在境外搞，你就不要到我中国大陆来。我想他的态度大概是很明显是这样。那民党呢，现在把它这又是一个新的统战阴谋。就这样子，然后呢，你不可以去大陆，你去大陆会怎么样？不要讲那么多，你就问几百万在大陆的台商、台干、台生、台属，他们300万人生活在那里，是不是像你讲的这个样子就好了？别再卖芒果干了，一点意义都没有。注意，当美国从欧洲都要撤退，都要以盟邦改变这样的关系的时候，请台湾想一想，我们该怎么办？真的希望我们的赖总统更有高度的去看待这件事情，不要因为选举啦，就一时之间，全部都只会卖芒果干了。我们来请教熊廷议员。我觉得赖总统讲说，打造台湾成为这个亚洲的纳斯达克，然后就是转化为科技筹资的这样的一个中心。我觉得他是在强化一个所谓国际的叙事，然后再来就是另外一个部分，我觉得我们不能因为这个股市的荣景，然后我们就只看好的这一面。其实经济学人讲过好多次了，其实像现在这种融资余额超过5000多亿，然后整个大家1代、3代、4代同堂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再加上整体大家都只看这个资产投资，而不看一般的这个服务业跟这个实业的这些部分，其实都会造成这个国家长久以来的一个失衡。那让我现在看到这些东西，我觉得他只看到好的那一面，他并没有看到这个相对剥夺感重的那个层次。所以其实这个时候，我宁愿我们的总统就是说，我看到了台湾科技界的荣景，但是我也看到有很多需要被照顾的人，有很多人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他们被抛下了，或他们没有享受到这个经济发展跟资本市场成长的这样的一个果实。我宁愿赖总统能讲这些，我觉得他是一个苦民所苦的人。那如果他只讲就是股票的这件事情，那请问，当市场反转，比如说像今天好了，今天这个台股也是大跌这样的一个状态。当市场反转，然后慢慢开始有所谓4代同堂的这些问题出现的时候，那我们又应该怎么办？所以其实经济学人看到的问题，我过去常常在讲，我们这种类似经济学人派，就是比较强调风险意识的人，在过去其实他并不是主流。可是经济学人所提到的事情一而再再而再的，它也是会发生的。所以包括这一次，《经济学人》其实写了一篇我个人认为非常奇怪的文章。他写的说，台湾有很多的这个国安高层面对川普在川习会之后的这个态度，觉得非常非常的危险，所以目前正在引领一个晶片人质的一个杠杆。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如果今天台湾真的遇到什么状况的时候，我们可能在被封锁或被攻击的的时候，立刻宣布就是说，我要停止一切晶片的制造跟晶片的出口。那这样子作为我跟全世界来谈，就是希望美军介入，希望其他国家介入的这样的一个杠杆。那这个策略很妙的事情是，它成功的引起了在美国智库的讨论，而美国智库也因为这样分成了2派。一派就认为就是说这招对川普没有用，川普可能会更生气，川普绝对会跟中国直接做 deal， 然后就那另外一派就认为就是说，确实，那在我们还没有把晶片整个搬过来之前，把这整个 supply chain 搬过来之前，那有可能有效。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一再的强调一件事情如果没有可能发生，或者没有可能性到一个程度，我们不会去做这么深刻的 scenario planning。可是当我看到，比如说这件事情，再加上前一件事情，就是这个 OpenAI 的执行长这个 Sam Altman， 他的弟弟 Jack Altman， 他在 Podcast 里面提到，就是说我们要赶快的把晶片整个拆到美国来。那当他在讲这些东西，然后再加上这些讨论的时候，然后再加上中共最近发射的这个弹道飞弹，你不免会就说有一种恐惧论，就是好像最聪明的这些人，他们都在做一些 scenario planning。那我们相对比较这个没有那么聪明的人，我们现在台湾有很多人就是把头埋在沙子里面，然后拼命炒股票，并没有看到其他的这些部分。那这到底是对还是错？所以我回过头来，我还是讲，我觉得日本人在这块上，我还是觉得他们的态度是对的。也就是说，面对台海的危机，你会害怕，你会有做准备，这件事情就不会发生。
当每个人都不准备，当每个人都不怕，当每个人都不信这种事情会发生的时候，那这个事情可能就注定会变成自我实现的预言。所以面对这些风险，我觉得还是要花点时间去研究啊。不过我们的赖总统还是相信我们的护国神山哦，台湾的股市很好，是纳斯达克。万一真的是被护国神山被搬走了怎么办？我们来请教文琦哥。我先从石板来说起了哈，当然我应该很感谢这个台中市警方哈，第一时间就处理完毕，抓到了嘛哈，免得民进党政府又被害妄想症不断的引申啊，扩大运用。当然，我觉得石板当然之前讲的他到底有没有改名，其实他一开始是中国人这个部分，我觉得那个董志成已经讲过了嘛哈，所以我觉得石板还是奉劝他，我们当然绝对的反对暴力，因为暴力的这个潘朵拉的盒子一旦开启，既然你可以，那我为什么不可以？所以我们当然是反对的。但是石板也要好好想一想，他自己究竟造了些什么孽？我觉得他自己要想一想。第二个，我觉得在帮他帮腔的这个林楚英，我还是要奉劝他啦。其实我觉得什么人都可以讲，但林楚英讲之后不可以谴责啊，不敢谴责中共等等，我必须讲。他所谓的中共欺负台湾到家门口，他这句话不就露馅了吗？运成记不记得日本、菲律宾不是都到我们家门口了？他有没有讲过任何一句话？没有啊！美国要我把我们所谓的5000亿，还有所谓的这个台积电的厂全部搬到美国，全部都搬走了。你有看到他有讲过任何一句话吗？难道他们都没有感觉吗？因此，我当看到哇，国安局又跳出来啊，因为他想要当官嘛，这蔡明也跳出来。对不起，我都突然想。我不好意思再讲前阵子在泰国的那个情报站，你连让总统吃狗食，你们国安局的那些人员，你连这个都做不好了，你到底在出来讲些什么？我如果再讲更直白一点，刚刚我们盛峰委员已经提到，各位，如果你去查实际的资料，中国这个所谓的民族团结法，我必须讲哦，各位谁看了？其实早在11年前，你没有听错，早在11年前，中共的国安法相关的遣词用字跟这个所谓的民族团结法，其实就已经差不了多少。民进党都睡着了吗？卡吧丘吧吗？现在突然又想要这个什么要反送中，又要开始操作，全部都说这个法有问题，长臂管辖。我请教美国的这个所谓的我们那个华为的小公主，还有我们所谓的长臂管辖，我们当时候。向心夫妇，你有看到民进党政府讲过任何一句话吗？所以少在我们面前装神弄鬼。再来，我看到这个达沃斯，我只讲一件事情嘛。然后呢，下面呢，你每次来我都不好意思。之前的裴洛西把我们的中线给弄掉了，我不晓得他这一次是要来买武器，还是要来赚什么？这个所谓的什么演讲费，否则然后呢，下面呢，至于葛莱仪，我必须讲，老师在讲，赖政府你有没有在听？记不记得葛莱仪也曾经讲过啊，台独党纲要不要动一下啊？所以当我又看到了赖总统说他要打造纳斯达克，省省吧，你把毒油还有那个马铃薯一颗一颗你都弄到了，你说我说到做到，我赖总统绝对绝无虚言，我觉得赖总统你可能有够小哦，否则我看你全部都在讲干话嘛。最后我讲一个所谓的亚太政策，我只引一个日本防卫研究所增田雅之讲的，美国现在还能完全的保护日本吗？我还不好意思讲范斯哦，范斯最近被大西洋月刊讲出来哦，4日发表的那篇文章说，美国的川普根本就像美国社会住在那静脉里的那一根毒品针头，这就是连他自己的人都在批评，所以我还是要奉劝赖政府好自为之。